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现在我正走在东京青山的街道上，要去吃 Florilege。那 Florilege 是台北 Logi 餐厅的姐姐餐厅，而我上一次来 Florilege 吃饭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超级久。那睽违好几年，终于要再来品尝 Florilege 川手宽康主厨的菜色了。那川手主厨也是台北田园料物主厨的师傅，究竟他最近过得好不好？现在的菜是什么模样呢？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瞧瞧喽。Florilege 这几年人气很旺，今年在亚洲50最佳餐厅上面排名第3，而他们从2018年起也一直维持米其林2星至今。Florilege 的灵魂人物是川手宽康主厨，他做的是融合日本风味的新派法国菜，而他曾在法国的感官花园餐厅修业，回到东京后，在米其林3星的 Quintessence 担任副主厨，而后在2009年开设了 Florilege 餐厅。川手主厨和台湾还有一层渊源是2018年在台北开幕的 Logi 餐厅。Logi 的主厨田园亮物就是以前川手主厨的左右手，而听说以前在 Florilege 的时候啊，田园亮物主厨都是扮演黑脸的角色，超级严厉，真的很难想象很会搞笑的他，原来以前在厨房里面超凶的。那这一次也是我睽违6年再访 Florilege， 而且川手主厨说他以后的料理方向要往初食迈进了，这又是什么情况呢？So for this one is the first one is to use for tonight. 展开这个晚上的菜单，第一道是招牌的开胃菜烤地瓜。它表面有炸过，它用上了2种地瓜，金石地瓜跟紫地瓜，把它们混合，然后做成这个小小的开胃点心。那外表是炸过的，然后加上了焙茶茶叶的熏香。那吃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在落叶里面找到这个烤地瓜，然后把它吃下去哦，然后松松脆脆的，有地瓜跟焙茶的香味。那这天服务我们的呢，是来自中国的厨师，叫做赵博翰，所以大家听到菜色介绍是中文哦。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第2道料理，是虾的料理。然后右手边的话，半圆的就是有点像那种塔塔的感觉。然后下面的话是饼干，然后中间是3种虾。而它用了3种虾。甜虾、牡丹虾，还有伊势虾，就是龙虾的意思，然后做成的一个塔塔。那下面呢有一个脆饼，应该是巧克力风味的，上面再附上了白花盐慕斯，还有虾膏汤冻。那是冰的跟脆的，很冰。那我觉得这一道菜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半冻的，就是吃下去有点像冰沙的感觉。然后虾肉的塔塔本身很鲜甜，然后里面还有拌了一些辛香料，旁边还有一小坨鱼子酱。鱼子酱也换了，应该是红葱头啊、干葱啊、季香葱的那种。把咸食做的有一点点像甜点的感觉，但是又能让你去尝到虾的甜味还有鲜度。那另外用白花盐慕斯这一点点奶味，然后让整体更加的圆润。接下来看到一道沙丁鱼。你会想说鱼在哪里啊？我只看到一条蛋糕卷啊。好，它其实是用沙丁鱼、还有梨子片、紫苏叶、海苔跟姜片叠成的一个千层派。那沙丁鱼经过醋渍，其实是还蛮传统的手法哦，日本料理也有这样子的做法。然后外面白色的是用姜汁和 cream 做成啫喱的感觉，淋在上面。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蛋糕。外面的话就是蛋糕，就是用橙子的汁和橙子的油做的蛋糕，里面是把沙丁鱼的骨头做成 bisque， 就是慕斯那种感觉。那这个沙丁鱼的千层派呢，我个人还蛮喜欢它里面清脆的口感，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紫苏啊、姜的香气哦。那再加上紫苏油，就更能够去凸显那个清新绿色的香气。
2道海鲜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一连串的蔬菜料理啦。那首先登场的是一道盐焗无筋。这个盐焗无筋啊，其实就在我们面前从烤箱出炉，然后在我们眼前被分切。我看到它那个热腾腾的白烟，我就已经很想吃了。然后最下面的话是把无筋做成泥，然后和大叶，还有就是帕拉贡，就是龙抛草在一起做成泥的寿司，然后铺在最下面。这个无筋果然非常好吃，是我这天晚上最喜欢的一道蔬菜。那它非常的多汁而且甜，所以它的熟度控制得很好，然后应该这个无筋本身的品质也很好。感觉吃到现在，这季的菜色很浓厚，比较多 cream 啊，然后用乌鱼子啊、鱼子酱啊，这些都很浓厚的奶味跟鲜味。刚我先生说这个无筋像竹笋，真的是这样，但还保留了很清脆的口感。整体而言是一道我觉得吃起来很爽的根茎蔬菜，完全可以品尝冬天根茎蔬菜那种多汁鲜甜，然后有嚼感的口感哦，我非常喜欢。接下来是一道茭白笋，然后这个都是台湾哦，台湾的小白笋哎，因为之前用过一段日本国产，效果不是很好。哦，真的。然后上面的话是，就是芹菜的根切成丝，和喜拉丝就是那个小银鱼，然后把它打熟了以后放在上面。所以它都是一丝一丝白白的，然后搭配了白色的奶油酱汁，里面加了鱼高汤。而这个奶油酱汁它特别调的比较酸，我觉得这个酸度很重要哦，不然接连的奶油酱汁其实会让味蕾疲乏。然后炸银鱼呢，它有点像锦上添花啦，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个炸银鱼酥酥香香的口感。那整体而言，它是一道蛮讨喜的蔬菜料理。不过不得不说，从前面的2道海鲜料理跟刚刚的2道蔬菜料理都是奶油酱汁的情况之下，其实味蕾真的会有一点腻。那好在接下来的胡萝卜就改变了这个状况。那这是一道胡萝卜塔，你看非常漂亮，它整个上桌的时候那个整齐的刀工，还有排列的形状，非常赏心悦目。旁边的寿司的话就是咖喱的寿司，那旁边也是用咖喱做的油。所以它是一个咖喱风味的胡萝卜塔，而胡萝卜塔本身呢，它是有胡萝卜条，然后下面铺了胡萝卜泥，然后加上了小茴香来调味哦。旁边这个生的萝卜，它就是做成比较酸的味道。还蛮能去补强跟对比这个红萝卜塔的甜味，加上咖喱酱汁还蛮好吃的。首先是咖喱酱的辛香，可以去破除前面鲜奶油的油腻。那再来，胡萝卜跟咖喱就很搭啊，咖喱里面原本就常常会放胡萝卜嘛，那它可能是有这个联想，所以把这个胡萝卜塔用了咖喱来调味。那我觉得也蛮符合秋冬这种想要温暖食物的感觉的，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胡萝卜塔。接下来是一道茄子料理，而且是从日本传统的茄子料理阿给比达西衍生而来的哦，是一种把炸过的茄子浸在高汤里面的传统料理。而川手主厨就把这个概念转化成法餐。Everything okay? Yes, yes, thank you. We enjoy it. Physics. 先做了一个茄子浓汤，非常的鲜咸，一入口就有明显的鲜味跟咸味哦，马上让你的味蕾苏醒过来。刻意调高的咸度，让这个奶油的汤不会太腻。那它是怎么做的呢？用柴鱼还有昆布跟酱油做成的高汤哦，来煮茄子，然后再加点鲜奶油，用手持搅拌器去把它打匀。然后里面的那一块是那种 cheese 做的，像那种就是像那种蛋糕一样的。那
那中间它有一块像起司蛋糕，也像芝麻豆腐的东西哦。这个吃起来呢，就是有很 creamy， 然后也有起司鲜咸的味道，来去搭这个茄子浓汤，就是再增添浓郁的感觉。旁边还有一个配菜非常搞刚哦，还有这个漂亮的茄子薄片，它是用茄子皮炸过再风干，再一条一条把它拼起来哦。你看这个漂亮的排列跟鲜艳的紫色，非常赏心悦目。然后中间夹的是茄子泥，而这个茄子其实来自茄子浓汤，就是它把汤料再利用，没有浪费，所以煮汤的材料它把它切成茄子泥，然后拌入了干萝卜丝，再加一点咖喱跟干葱。更好吃。接着进入主菜的部分，这天我们尝到的是牛肉，来自熊本的牛肉，然后使用肋骨上面没有骨头的这个比较嫩的部位哦。而我也很喜欢旁边的配菜，首先是一个香菇，它去香了牛绞肉。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就一直看到川手主厨有在做这个香菇香肉。香菇，香菇塞肉，香菇香肉。香菇旁边黄色的是用番茄做的慕斯，黄色的寿司是用番茄的汁，然后做成番茄的寿司，然后黑色的是昆布做的牛，就是把昆布风干以后，然后炸成牛。蘸一下番茄的酱汁跟昆布油。而我很喜欢这个番茄为基底的酱汁，因为我觉得很清爽，然后我很喜欢番茄的酸味跟鲜味，而昆布油又能再去加强它的鲜味，那它让牛肉吃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可是不会让你很厚重。想要破除一般主菜这种很浓郁的酱汁，用清爽的酱汁也很不错。我喜欢它用番茄做酱汁。肉类的烹调呢，通常是川手主厨自己去掌控，这个跟 Logi 台北的田园亮物主厨是一样的，而他们都很会做肉类。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烹调程度非常的均匀，外面有焦脆的外壳，可是里面呢是非常一致的灰红色，而且不带血水哦，表示烹调非常好。我觉得这一道主菜是很好吃的。进入甜点的部分也是很澎湃啊，有3道甜点哦。那首先是一个小甜点，它是一道栗子。那这个栗子形状呢，它其实是栗子泥，里面包裹着奶油跟葡萄干的内馅，然后外层白色的部分是一个香草的 cream。很秋冬的味道。旁边还有一小块是柿子的羊羹哦，这个是柿子，柿子的羊羹表面有一点点盐，这个咸味还蛮好的。而这个盐味呢，确实能够点亮整个味觉。在这个栗子泥之后呢，马上又上了一道苹果，都是很秋天的风味。然后这个是第2道甜品，是苹果的甜品，然后最下面就是派的感觉，然后和苹果的 sauce， 白色的是 cream 上面就是苹果切的薄片，然后铺在上面。很简单，但是很令人满足。那是很细致、很松脆哦，在嘴巴里面很快就融化的苹果派。底下塔皮非常酥脆，轻盈，跟苹果的薄片口感很搭配。最后的亚马逊可可甜点，用上了可可慕斯、可可冻，还有法式的白乳酪粉，芝麻跟起司做的粉。它相对来说也没有加太多的奶油或鲜奶油，我觉得还蛮符合亚马逊可可本身的风味。那饭后我有跟川手主厨小聊一下，有特别问到说，你是不是要变成蔬食餐厅啊？今やっぱり日本の食材、例えば肉とか魚はやっぱり飛行機に乗ってすぐに世界中に行きます。でも今本当のオリジナルの日本でしか食べれないものって実はもう野菜しかなくなってます。その中でやっぱり僕のお店はやっぱりより
こう日本でしか食べれないものっていうものをより考えてるんで、そうなってくるとやっぱり自分自身も野菜に今はすごく興味があるんで、野菜に少しずつチェンジしていく。他说他的确是想要把菜单设计的更多蔬食，那因为他觉得其实蔬菜才能表现出差异性，那我也完全认同。而目前的菜单，以我当天尝到来说，大概蔬菜的比例是50%，未来他希望能够提高到70%或更多。其实还蛮期待的，而且我很乐观其成。我唯一有一点点希望可以建议的是，我觉得奶油的成分还是太多了，不管是奶油 butter 还是鲜奶油 cream， 它有非常多酱汁，其实还是加了很多奶制品哦。那这容易会让舌头疲惫。最后想要提的一点是 Florillage 的定价真的很划算呢，这天的晚餐11道菜竟然只要15000块日币，那以它的水准还有菜色的丰富程度，这真的太便宜了，我有点震惊。那当然，这是川手主厨自己的策略哦，他希望很多年轻人也能够尝到他的料理哦，也能够进入 fine dining 的这个门槛。那另外一个新发展是 Florillage 明年要搬家了，而且很可能会在明年9月发生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川手主厨在明年搬家之后是不是会调整定价？我觉得他应该会，而且考量到现在通膨的情况，还有人力成本也一直在上升哦。他可能必须要调高一点价格才比较合理。那当然，现在日币非常便宜啊，所以去日本消费呢就是很爽快。而这天晚上在 Florillage 真的就是让我觉得赚很大。那东京餐厅开箱内容陆续释出，我们还有几间厉害的餐厅排在后面哦，请大家继续锁定咯。那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的餐厅有哪些呢？你还期待我吃什么餐厅呢？或是这些餐厅有哪些菜色是你很想尝尝看的呢？都欢迎告诉我哦。最后，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记得要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